奋不顾身，走每段旅程。谁该被爱，谁该去恨，如何区分？眼前未必真，时间会作证。绕了一圈，不过想要内心的安稳。梦和醒哪个比真？哭和笑谁更残忍？我们说服自己，学会欣赏，对错却没有追问。以为该发生，却没有发生。等到想拥抱，怀抱已变冷。我们用力挣脱，渴望重生，最后把自己伤得最深。以为该结束，却继续放任。等到伤痕累累才肯承认，发现离开是用转身，而忘记却要用尽一生。这是人生的必经过程。你就是老板的大儿子张振峰，对吗？当老板告诉我，他儿子也叫俊峰，只是同音不同字，我就知道不可能是巧合这么简单。刚才我又听到你跟你外婆说的那番话，我就肯定你就是张振峰。不要叫我张俊峰，我不想让张庆荣这个爸爸。所以你故意隐藏身份，接近老板，是为了要报仇。我这样做有错吗？张庆东风流成性，他跟我妈结婚以后，还到处留情，你也看到的，厉行惠山子杰，全都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。要不是他背叛我妈，他每天会以泪洗脸吗？这样对他公平吗？但是老板告诉我，你妈带你离开了之后，她又尝试找过你们，找了20多年了。如果当年他不是伤透我妈的心，我妈她会离开吗？以她的财力，如果她要找我们，会找不到吗？但是那些都是她以前犯过的错，她真的很后悔吗？你就看在他是你亲生父亲的份上，原谅他吧。不可能！从我妈在我面前跳楼自杀那一刻开始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是不会原谅她的。但是老板年纪大了，也有心脏病，随时可能会离开的。就算她现在死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原谅她。心雅，答应我，帮我保守这个秘密。还有，跟我一起对付张庆东。我知道你说过，你不恨你爸爸。如果他现在出现在你面前，生活的无忧无虑，孩子成群，根本不理你和心里的痛苦，你真的会无动于衷吗？但是老板对我真的很好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要他的命的，我只是要他受到惩罚。我只是个看护，能做什么？你当然有你的价值，只要你跟我合作，我答应你，我得到的利益会分你半给我。
到时你就不必担心心灵的医药费，还可以保障心灵未来的生活。各位，真是的，都叫他不要放那么多糖在糖水里面，他就是不听，想甜死我们啊，想让我们都得糖尿病。唉，东哥，我看你今天晚上没什么胃口，要不要我进厨房煮点东西给你吃啊？不用了。新雅，回来了。到我房间去，我有一些事情想问你。你看一下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，她跟你的妹妹住在同一个疗养院。你看，最近有没有看过她？我有看过她。但你有没有看过什么人来探望她？我每次看到她，她都是一个人在花园里走来走去的。还有一次，她在疗养院外徘徊，我就问她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她不能回答我。我觉得她可能有失智症。老板，那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先回房了。哇，你真有本事啊！可以让东哥为你神魂颠倒、茶饭不思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，只是我一直看到你在东哥的房间出出进进的，看来你们老板和看护之间的感情没那么简单哈。阿爷啊，新雅是爸的看护兼助理，她进出爸的房间是为了要照顾爸。对啊，怎么讲她都救过爸一命。你年纪轻，思维单纯，我不怪你。你年纪都不小了，拜托你不要那么天真好不好？孤男寡女躲在房间里，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你要说什么就说吧，反正我问心无愧。我是看你跟慧珊年纪差不多，我好心提醒你不要作践自己。什么事啊？你又回来了？哎，你又拿一大堆文件回来熬夜啊？那妈今天晚上又不能早睡了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两人挤在一个房间多不方便。一家人住在一起，房间都已经不够了，还让一个外人赖着不走。阿爷，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，我可以暂时安排你去子源的别墅住。我不要，我一定要守住这个家，不能够让一个不知道分寸的外人乱来。不打扰你们了，阿姨晚安。我都说了，两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多不方便啊！一家人住在一起，房间都已经不够了，还让一个外人赖着不走。我一定要守住这个家，不能够让一个不知道分寸的外人乱来。你始终是外人，如果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张先生一定会先顾及他的儿女，不会站在你这一边。你就是输在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所以你一定要为自己打算。我真的好累，好累，我不想再拖累你们了。只要有钱，心灵就可以得到最好的医疗。只要有钱，你就不必看别人的脸色，被别人欺负。
外婆临走前最放不下的人是你，要好好照顾自己 ，OK？ 那我先走了。需要我们送你吗？不用了。你不是说外婆在这里没有什么亲朋戚友，所以她的身后事低调处理？但看起来，新雅和外婆还有你都蛮熟的嘛。他的妹妹跟外婆住同一家疗养院，外婆出事的时候，他刚好在现场。雅玲啊，我在想，既然外婆的身后事办妥了，不如我们出国散散心吧。我有个很重要的计划还没完成。你不是有个大 project 要处理吗？等我们大家忙完之后才出国，好不好？我想要让你知道，为了你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工作放下。真的可以吗？工作虽然重要，但对我来说，你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一想到外婆去世那晚，在你最难过的时候，陪着你的人不是我，而是另外一个女人，我心里就很不好受。你放心，她只是我其中一颗棋子，我要利用她，帮我达到目的。所以最近跟她接触会比较多，但是棋子只是工具罢了。等我达到目的之后，她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老板，我查过了，老太太是由一个叫何文川的男人送进疗养院的。何文川？那他跟紫云的妈妈有什么关系啊？不确定，只知道老太太每个月的住院费都是从她的户口自动转账的。好不容易才查到紫云的妈妈，这条线索我们不能就这样就放弃。这样吧，你回去疗养院仔细的调查，还有何文川，你帮我联系他一下，看看我能否和他见面。是的，去吧。这个是周末那个团他们指定要的东西，记得都准备好。表示哟，我还以为是谁来了呢啊！原来是子杰回来上班了。哎，不觉得我今天叫你这声表叔很亲切、很 friendly 吗？那当然，因为你真的是我的表侄儿嘛。啊，大家一家人，以后好好照顾我哦。哎，一定一定。不过表叔，你看啊，我已经2个多星期没有回来了，哎，生意好像不太好嘞。午餐时间也要到了，人都没有啊，开玩笑啊。那不晓得你有什么高见可以吸引更多顾客呢 ？Social media posting。不过这些都是你们年轻人的玩意儿，要想什么好的噱头就要靠你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放心，小 case 啊，这我只要动下脑子就想到了嘛。哦，对了，表叔，我跟你讲啊，刚刚我沿路走过来，我觉得我们紫园的餐厅有一点，它的装潢有一点 boring 啊，然后那个菜单也是，吃来吃去，点来点去就这几道菜，可以换一下吗？最好是连主厨也换掉，好吧？也可以呀。哎呦，不是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应该要做一些改变，才可以跟得上潮流嘛。你想改变餐厅的设计啊？不会觉得很一般吗？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爸花了多少心思在这间餐厅装潢的设计上？你想要改要换？我看该换的人应该是你啊！既然你对这间餐厅有那么多的不满，你应该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去。啊，如果你不敢开口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跟你爸说一声。也要你鸡婆啦！我什么时候讲过要换啦？奇怪，这种人真的是。谢谢你啊，碧芝姐。不用谢，这臭小子太嚣张了，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。唉，没办法，谁叫他是老板的亲生儿子呢？那又怎么样啊？论辈分，你比他大，怎么说你也是东哥的表弟，他应该尊重你才是。都怪我，之前不知道他真的是东哥的儿子。
他工作偷懒，我教训了他几次，他怀恨在心，所以现在想把我赶走了。说真的，惠山和子杰都是东哥的孩子，可是一个天一个地。惠山聪明又能干，比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真的强了好几百倍。切，林美兰那个不入流的小歌星，能教出什么好儿子？不过你唯一吃亏的地方就是惠山是女儿，人家生的是儿子。当然，东哥不像是重男轻女的父亲，不过子杰的嘴巴很甜，很会哄东哥开心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轻敌哦。哎，不怕老实跟你讲，我之前是会计助理，我是为了陪惠山回张家，我才辞掉工作的。哎，我现在真的觉得很无聊，无所事事。你说子源有没有适合我的职位啊？惠山有你这么聪明能干的妈妈，真的是她的福气。一行，这盆够红，应该可以吧？哦，虽然是红色，但是不行，不适合种在植物墙上。看来我对植物的认识不够深啊，不像你啊，植物师傅。慢慢来，这些知识的积累是需要时间的。对待植物就像对待人一样，需要爱心和耐心。那如果这种不行，哪一种会比较适合啊？跟我来。我会用这种具有红色纹理的鸡凤梨，再搭配一些不同叶色和叶形的植物来衬托，整个植物墙就会缤纷多姿。我还会考虑在室内使用 LED 植物生长灯来促进光合作用，同时起到点缀的效果。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了，应该很漂亮，像一幅画这样。只是我担心我们的库存不够用。来，你用点章来。啊？这，来一张。我帮你吧。哦。好了，谢谢啊。哎，原来你们在这里啊！啊，是啊，表叔，找我们什么事啊？哦，惠山的妈妈想请大家去会议室商量一些事。哦。我刚才看了子源的账目，真的是很乱，我快看不下去了。看不下去就不要看，有没有人逼你？其实子源的账目一直是由我和会计安堂负责的，每一年也会交给专业的会计公司审核。应该不会有问题。我不是觉得账目有问题，我只是觉得收入跟支出的记录不够好，真的很乱。反正我现在有的是时间，而且之前我是做会计助理啊，我看账目啊是我的强项，我真的很想过来帮忙。子源最近的园艺项目开始增加了，加上餐厅啊、门市、婚宴等活动，账目有时候真的会搞乱。我想碧芝姐是一番好意，想为子源做点事啊。你工作那么忙。惠山他练金融的，之前在子源工作，账目只要经他的手，肯定会清清楚楚。可惜被调到庆鸿集团工作，却换上了一个护士来看账目。打针抽血你在行，看账目可不是加减乘除那么简单哦。我知道，我虽然不会看账目，但是我可以学啊。我又不是一生下来就会抽血打针的嘛。新雅说的很对。子源的账目向来是由例行看着的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倒是餐厅的账目，我因为要兼顾厨房的关系，难免会有看漏的时候。我看不如让碧芝姐来帮我分担吧。哎，等一下，餐厅不是归我管吗？突然之间这些账目给他管的话，你们事先跟我商量啊。可是账目的事一向都是例行负责的啊，所以当然是跟例行商量了。其实我只要跟东哥讲一声我要来子源帮忙，我相信东哥他不会反对。只是例行，这种小事你可以做主吧，不用凡事都打扰东哥吧。好吧，子源餐馆的账目就由你负责。新雅，找我什么事啊 ？OK， 我们算是合作伙伴了，对吗？那你还不想把计划告诉我？别这么心急。你叫我怎么不心急啊？我真的很担心啊。不用担心，
我不会要你做你能力以外的事。我是怕你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。想要得到一些东西，就得付出一些代价。那你要我做什么？帮我留意张庆东的一举一动，然后向我报告。无论什么大小事。没错。张庆东这个人深藏不露，他的心思不容易被猜到。你住在张家，又是他信任的人，你一定有很多情报可以给我。所以你只要我通风报信，这么简单？我跟你提过，张立行暗恋你。所以，张立行和张庆东相依为命20多年，父子情深。你要好好利用立行对你的好感，他可以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所以你不只是要我利用老板出卖他，你也要我利用立行对我的感情。这就是你真正的价值。张家和子源最近有什么动静吗？王碧芝一直要求要负责子源的账目，立行没办法，就给他负责子源餐厅的账目了。哦，还有，王碧芝也好像成功拉拢了梁永强，跟他站在同一阵线。张庆东身边有这一班人，根本不需要我出手，张家也会是非不断。你也知道王碧芝一直看我很不顺眼，一定会找机会刁难我的。那是当然的，因为他以为你跟张庆东有暧昧，把你视为眼中钉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个女人以为她所做过的事情没人知道，其实我都查得一清二楚。你等着，我一定会拆穿她的真面目，让你看到她怎么在大家面前丢人现眼。喂，不是吧？你才20多岁，那么快就投降了？雪峰哥，你不懂了啦！哎，这样每天这样两头跑，累死了。下班去看妈咪 ，after that 又回去照顾老爸，哇，不死才怪。其实很简单啊，只要让你妈搬进张家，问题一切就解决了。哈哈，我也想啊。哎呀，不过要劝我妈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再加上家里面现在有只母老虎。挡在家里门口啊！你是说惠山的妈妈王碧芝？不然呢？哦，这个女人真的很烦呢。她现在什么事情都要管，哎，连子源的账目她要管，你知道吗？她是越看我越不顺眼。你觉得她会让我妈安安分分的住进我们家吗？其实王碧芝和你妈妈算是平起平坐，你们根本不需要怕她的。王碧芝不是老爸以前的老婆吗？你听谁说的？她自己讲的啊。有一次我听他讲，我才是张庆东明媒正娶的老婆，我就以为他是原配喽。什么意思啊，俊峰哥？你要知道些什么？不要这样脾气来讲哎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王碧芝这个女人一点都不简单，她耍很多手段，逼走张先生身边的其他女人。我妈咪啊，听说她收买人，到处散播谣言，说什么孩子不是张先生的。妈咪，妈咪，妈咪！喂，宝贝，回来正好，走，陪妈咪吃饭。没，宇哥，你听我讲，当年为什么老爸会怀疑你对不起他啊？你干嘛问起这件事啊？没有啦，我是听别人讲的，说王碧芝曾经散播谣言，说老爸其中一个女人怀了他的孩子，又说那个孩子不是他的，那女人是不是你啊？你还想骗我？这肚子里面的孩子根本不是我的。你听谁说的？夜总会的麦口说的。Mary， Mary， 啊，麦克呢？我到处找不到他。他突然辞职，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原来全部是那个女人搞出来的。碧芝，你太过分了！你自己勾引张庆东就算了，还用这种卑鄙手段来欺负我。他不是老爸的原配吗？原配？我配好不好？是他死缠烂打，缠着你老爸的。你老爸因为跟他有了惠山，才勉强的跟他在一起啊。搞了这么多，他也是小三啊。在家里面，他好像是原配一样嘞，称王称霸，对我大呼小叫哎。王碧芝，你以前害我不够，现在又欺负我儿子，我再忍你，我就不叫林美兰。妈咪。
在这里大呼小叫的。当年，你是不是收买了夜总会的 Michael， 然后在张青通面前打毒针，诬赖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少给我装蒜！当时你知道我有了，你跑来警告我，要我离开张青通，我不肯。结果你就在背后耍手段，散播谣言，让张青通误会我，给他戴绿帽。东哥，你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。什么胡说八道啊！这女人真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。好，我跟老爸分开这么久，真不要脸贱。你来了，你冷静点。今天我不是要跟你说话的，我是来找王碧芝的。你最好是给我说清楚，当年你知道我有了孩子，还警告我，逼我离开张青东。妈，什么事啊？没事，有只疯狗在这边乱吠。是，我是疯狗的话，你就是发情的母狗。当年你明知道张青东是老婆跟孩子，你还去勾引他，你现在有什么资格侮辱我？哎呦，平时装清高，觉得自己好了不起一样，爱得要死，还不是小三的女儿啊？是真的吗？原来在女儿面前你也颠倒是非，把白的说成黑的。你这个女人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啊！你们说够了没有？不要欺人太甚了。回山，回山！慧珊，我建议去快速度赶来了。你这么不开心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是因为工作吗？还是有人欺负你？你不说，我怎么帮你啊？干嘛？喂，谢谢。来，你把我当发现目标，尽情的丢吧。来，丢吧。陈慧珊，你太差劲了吧，丢都丢不准。不痛，再来，再用力点啊！丢不到，你没吃饭，再用力点啊！用力点啊！再来。怎么样？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只要能让你开心、消气，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？叶珊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，只要能让你开心。喝。我喝醉了，去送你回家。这个不是我的家。再来。你是不是和家人闹得不愉快？我一直以为我很聪明，原来我很笨。我被骗了，我都不知道。喝醉了，不要再喝了。
我是小三的女儿，小三的女儿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辉山，你醒了？我买了衣服给你，尺码跟以前一样，你看合不合身？混蛋！你出去，我不想见到你！你听我说，还不滚出去啊！你出去啊！昨晚是这间酒店的女客房经理帮你换的衣服，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她。我一整晚都在酒店 lobby 坐着，柜台职员可以作证。你放心。 我不会趁人之危对你做出卑鄙下流的事。送给你的，放心，这是假花。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，我送了你一束白玫瑰，却害你一整晚打喷嚏。所以。 每当我看到白玫瑰，就想起你，想起以前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。那时候，我们还是小职员，每天下班都会跟彼此发牢骚，说今天受了多少气，然后会陪你去吃冰淇淋，你陪我去跑步。 昨晚看到你这么痛苦，我真的很心疼。我多么希望可以替你承担一切。慧珊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 双方同意设立新的合资公司，来执行这个发展项目。The Grand 和庆红将各占50%的股份，各占50%。那总决策人是庆红还是 The Grand？ 这个合作计划是由 The Grand 率先发动，照理应该由我们来主导。双方的股份都是相等的，这样对庆红集团来说不是很公平。那你有什么建议？我觉得。 应该让有能力的人来负责这个项目。我同意。这样吧，我和听各自提交发展计划书，匿名让管理层投票，谁的票数比较高，就由谁主导合作计划。我赞成。以实力决胜负，我觉得很公平，也愿意接受这个挑战。既然大家都同意，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慧珊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 其实我觉得慧珊的提议很好，最起码我不想落人口舌。我觉得她绝对可以凭实力争取到主导权，我对她有信心。君峰啊，谢谢你。好，再见。慧珊回来了，
你听妈解释。你不用再解释了。你听我说，我是有苦衷的。这一切你以为是我想要的吗？我不是小孩子，你不需要再编故事骗我了。即使我骗你，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为了我好，你为了我成为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，这是事实，对吗？是。说来说去，你还是要怪你妈，给你这样的一个出身。回来了，能不能陪我到花园走走啊？还好吧？还好，年纪大了，什么小毛病、大问题啊，少不了的啦。从小到大，妈一直告诉我他是原配，是因为一个第三者，你跟他离婚，把我们赶走。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是我不好，我有了太太，有了儿子，才认识你妈妈的。子杰的妈说，是我妈找别人散播谣言，让你误会她，所以你把我们两个赶走。你说的这个事情，我是后来才知道跟你妈妈有关。我当时把你妈赶走，那是因为我太太在医院里面流产，她从中作梗，让我赶不去看我太太。后来我太太就带着我的儿子离开了我。我是因为这件事情才生气你妈妈的。是你爸爸我不好，我没有好好跟你妈妈沟通，没有处理好跟她的关系。我不应该让我们大人的事情影响到你的成长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你妈是疼爱你的，她说谎，也只是为了要让你不再自卑。实际上，你也不需要自卑，因为你是我张庆东的女儿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瞧不起你，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委屈。东哥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不要随便进我房间吗？哦，对不起啦，我只是想知道你跟慧珊聊了什么，所以才进来房间等你啦。你是不是什么都跟慧珊说了？我不能这样隐瞒下去了。我相信慧珊需要时间去接受这个现实。那我希望女儿很快就能够想通。好了，我不打扰你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先出去了。给你提提神的。谢谢你。这么晚了还在楼下工作，是不是想避开阿姨啊？
我再赶一份计划书，在这里工作就不会打扰他了。如果你想找人说说话的话，随时可以找我。你也别光顾着工作，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别累坏了。你真的很贴心，但也很啰嗦，小心以后的女朋友嫌你烦。我耳朵这个样子，怎么敢交女朋友啊？其实你真的有很多优点，你这个样子又怎么样？要对自己有信心，真正喜欢你的人是不会介意的。如果你有喜欢的对象，就要勇敢去追，我会支持你的。Hello， 立行啊，我到了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先到食物等我吧。哦。嗨，嗨，送给你的。谢谢你啊。第一次看到有人用钥匙做风铃哎。是我亲手做的。我送钥匙给你，是想打开你的心门，走进你的世界。欣雅，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，可是我不敢告诉你，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满分的男朋友。可是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希望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立行，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，我都会尊重你的决定。你要好好利用立行对你的好感，它可以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就这样做着彼此相偎依，听誓言飘落沙沙的声音，时间就像曝光的相机，拍下重叠爱你的回忆。认识你像一段奇妙旅行，唤醒自己都不懂的深情，想念变成每天的经历。第一次幸福那么笃定，爱不是找